孩在取信时意外发现期盼了好久的录取通知书，可是他却偷偷藏进怀里。What have you got there? Just a letter. 这敷衍搪塞借口，看着儿子不知所措、慌张离开的背影，父亲心中明白了什么。在不屑的追问下，威尔坦白了自己被梦寐以求的大学录取。不过 I'm not going, Dad. What? I'm not going. 威尔出生在一个被冰雪覆盖的小镇，风景美如童话，却也注定贫穷。大学对于这个赤贫如血家，只是个遥远而美丽的梦，终是幻境。人这一生必须在梦想与生活之中学会妥协。但未曾追过梦的你，是否留有遗憾呢？ Listen to me. Your place is where your dreams are. Now you never forget that. Never. Money, Dad. What about the money? Don't worry about the money. Look, when you need it, it'll be there. That's a promise. 父亲鼓励下，威尔下定决心要捍卫梦想。只是离开学不到60天，而在这座贫瘠小镇，唯一能够短时间内快速搞钱的方法，狗拉雪橇拉力赛夺下冠军，就将会获得1万美元奖金。不过赛程也极为残酷，选手要横跨800公里雪原，这对意志力、耐力以及身体素质都是一个不小的挑战。父亲已经老了，经不起了折腾，但为了凑齐学费，无奈只能接下大量家具订单。在这天，当驾驶着雪橇将伐好的木材运下山，或许是太劳累，又或许是超重想多运送了。在处急转弯道时，雪橇失去控制，径直甩进冰河。刹那，极寒令父亲瞬间丧失行动力。更为致命的是，由于木材超重，此刻正不断往湖底沉降，没借力点，意味溺亡。岸上的威尔只能疯狂拽住绳子，可是打湿了的木材，靠蛮力是拽不住的。眼看威尔也即将要被拖下冰河时，最终在力竭前，父亲掏出小刀，亲手结束自己生命。这一天对威尔来说，感觉就像是个备受煎熬的噩梦。直到父亲入土的那刻，他永远都不会回来。但不幸却并没有放过这个家。父亲生前接下的大量订单，由于完不成，按合约条款需支付大笔违约金。兜兜转转后，这下办法只有一个：参加拉力比赛。他迫不及待地找到母亲，宣布自己的决定：如果能赢下比赛，不仅违约金的问题迎刃而解，余下的奖金也足够支付学费。但刚刚经历丧夫之痛，母亲态度很坚决。赢比赛谈何容易？800多公里的赛程期间，夜晚气温甚至会低至零下40度。他不能再失去儿子。I want to feel alive. I want to feel like Dad's alive. Right here. And I don't. I don't. Mom, he was going to do this for me. Now let me do it for him. 威尔的执拗与信念，母亲妥协了。可参加比赛，他还必须要驯服父亲留下的雪橇犬小队。只是头犬总是对威尔充满了敌意。在这一天深夜，叔叔不由分说将威尔从床上揪起来，扔到冰天雪地的室外。大雪纷飞，寒冷刺骨。惊慌下的他就像个孩子般向母亲呼喊求救，但母亲只是看着，没人能帮威尔。这一晚，差点被冻僵的他只能躲进狗窝，抱着狗狗进入梦乡。待到次日凌晨3点，又被叔叔揪起来魔鬼特训。接下来，威尔每天都在狗窝睡，只是休息的时间越来越短。他十分不解，为何睡狗窝，又为何要大半夜训练？殊不知，睡狗窝是为了加深和雪橇犬之间的感情，而在半夜训练，则是取胜秘诀。比赛的赛程共840公里，期间不光比拼速度、耐力、身体素质，更为重要的一点是比拼谁更适应黑夜。当其他选手因黑暗选择休息或降低速度时，无疑是拉开距离的最佳时机。多跑点，少睡点。就这样，威尔踏上了开往加拿大的火车。只是终究是个少年，马虎粗心大意，他竟在火车上睡过头，导致错过了报名。要命的是，逾期报名要缴纳10美元高额罚款，可威尔兜里只剩2美元。于是他天真提了个请求。Well, I'll give you the $2 I got now, and the rest I'll pay for my winnings. 现场爆发出阵阵嘲笑，但不是笑天真，是笑威尔傻，因为压根就没有所谓的逾期报名。举办方只是想找个借口赶走威尔。还未满18岁的他太年轻了，又没经验，参赛和送人头简直没两样。可在这时 Wait! The Kane Newspaper Syndicate will cover the boys' registration fee. Oh, Mr. Kingsley. Sir, this young man is not allowed to compete. 20 million Americans who daily read Kane papers will loudly cry foul! 记者的怒吼，这下举办方可不敢得罪大媒体，而他又是真心想帮威尔吗？或许更多是一笔投资，因为他看到了威尔身上的新闻价值。次日，随着一声枪响，比赛正式开跑。
在赛程初期，威尔便卯足劲冲刺到第一。只是十分诧异的是，过程很顺利，没有受到一丝对手的阻拦，这本该是件值得庆幸的事。然而殊不知，不熟悉路况，前方是段危险重重的魔鬼滑道，对手都有意放他过去。由于地上被积雪覆盖，要想通过，就必须一步一步人力攀爬探路。等威尔累得精疲力竭、大喘吁吁，后来者只需顺着足迹，既省了体力，还轻而易举超过了先前威尔保持的优势。怎么办？年轻人最不缺的就是敢闯敢拼。第一个检查点，当别人休整时，只有他啃口母亲特制的水果蛋糕，在记者眼中就像一个疯子。They can think what they want. Saves time not having to build fires or cook, and it cuts down on the weight I gotta carry. Okay, let's go. 迎着风雪，威尔再一次疾驰在茫茫雪夜，他回到了领先位置，但老天又开了个玩笑，一条冰河拦在了道路中间。顿时，父亲溺亡时的画面不断在脑海中闪现，成了挥之不去的噩梦。最终，威尔无法抵抗心中恐惧，他绕开冰河，从山路出发。这也意味着靠放弃休整换来的优势荡然无存。暴风雪越下越大，模糊了视线，阻挡了行程。这时，过于太拼的弊端也显现，威尔的体力达到了极限，疲倦迫使他想躺在雪橇上小憩一会儿。只是此时正值降温期，气温零下30度，正常回到休整点的选手都差点被冻成冰棍。野外睡觉，无疑找死。当所有选手陆续回来，却唯独不见威尔，记者难免慌了神。就当他以为威尔早已葬身了某个角落时，一阵狗吠声响起，雪橇犬拖着威尔缓缓出现在视线中。无疑这是一个奇迹，但威尔所带来的震撼还远不止于此。随着在第二天，事迹被记者登报曝光，在这个战乱年代，少年的赤诚坚韧影响感动着饱受摧残的民众，他们将威尔誉为钢。就当要放弃时，格斯却突然起身跑到队伍的最前面。Trust the dogs. Trust yourself. Damn you, River. I'll beat you. You took my father. 这一刻，威尔突破桎梏，战胜心魔。在故事最后，奇迹一定是眷顾最努力的人。